监狱里有个奇怪的规定，每当有人死去，典狱长都会用火焰灼烧他的脚心，直到确认尸体彻底死亡，才会缠上过尸布，在正午时扔出。然而这一切都被隔壁囚犯看在了眼里。等狱警离开后，他便迫不及待地爬出，将老人尸体拉回自己房间，并将头发剪掉，再贴到老人脸上，伪装成熟睡的样子。而在布置好一切后，他又急忙爬回隔壁，又挖出老人埋在墙中的藏宝图，趁着狱警回来前，顺利将自己缝进了过尸袋。而接下来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所幸狱警们并未起疑，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是在绑了白金铁锤后，再将尸体扔进大海。如果不是老人生前留下一把小刀，他一定会和铁锤一样坠入深渊般的地狱。而摆脱了桎梏的他，也奋力朝着光明游去。最终，埃德蒙死里逃生，涅槃重生的他，也必将杀出一条属于他的复仇之路。而这便是文学史上最震撼、最伟大的复仇爽文——基督山伯爵。Could have used those tools to set himself free from the body bag. Run! Serve the cannon! Muster the guards! 而当狱警们发现不对时，埃德蒙早已游到了岸边，并在求生的本能下，他逃进一家农户，在饱餐一顿又找到几件衣物后，便迫不及待换下了那身象征着屈辱和苦难的囚服。而当他不经意地望向镜子时，却被自己吓了一跳。他已经14年没有照过镜子了，如今看着那张沧桑又陌生的面孔，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他想到了自己那还未过门的妻子泰斯，又看到了以自己为傲的父亲。如果不是好友的背刺，他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想到这，埃德蒙便匆匆离开了。而几天后，靠着模糊的记忆和粗略的乔装，他成功回到了儿时的小镇。现在他最迫切的便是打听到父亲的下落。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He died many years ago. 听到这个噩耗，埃德蒙只觉得眼前一黑，双腿发软，近乎弯曲。靠着仅存的执念，他来到父亲的墓园，并在牧师的介绍下才得知，父亲于1825年的冬天孤独死去，没有人为他悼词，因为他的儿子埃德蒙早在14年前就因叛国被埋在了这里。听到这，埃德蒙既愤怒又疑惑，自己明明在狱中活得好好的，为何所有人认定他已经死去？难道说陷害自己的人根本没打算让他出来？带着种种疑惑，埃德蒙又来到了未婚妻泰斯家中。可让他心碎的是，曾经的爱人早已远嫁巴黎，并且她的丈夫还是最可能陷害她的费尔南。就这样，埃德蒙彻底一无所有，他如行尸走肉般游荡在大街，可碰巧遇到一个警卫正追着一个罪犯毒打。而看着眼前一幕，埃德蒙压抑的怒火被瞬间点燃，他发疯般扑在警卫身上，将14年的冤屈全部发泄了出来。而埃德蒙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一善举，竟让那个叫雅各波的罪犯成为了他最忠诚的迷弟。无论埃德蒙如何赶他，雅各波都要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而在躲避警卫的路上，当埃德蒙得知他有一艘船还停在码头时，便瞬间有了计划。他要去基督山寻找传说中的宝藏，但此时他并未彻底信任雅各波，所以谎称途中有暴雨将至，必须前往基督山躲避。而雅各波并未起疑。等到了基督山后，埃德蒙让他们下船生火，自己假意上山勘察，实则按照老人的图纸，顺着山谷朝顶峰攀爬，直到在能看见整条海湾的位置有一个兔子岩，再从兔子岩向西走20步，就能找到传说中的宝藏。可按照路线，埃德蒙几乎将整座山都翻遍了，却始终没有发现宝藏的踪迹。而就在埃德蒙崩溃之际，雅各波却突然找来，认为天气晴朗，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可不敢的埃德蒙本想独自留下，但奈何唯一的枪支在雅各波手里，并且他也不能透露这里的宝藏。无奈之下，他只能跟随两人离开。然而就在埃德蒙最后一次望向基督山时，却突然发现山的另一侧有2条更高更大的石柱，并且更加符合藏宝图中的兔子岩。埃德蒙瞬间激动起来，但为了不引起两人的怀疑，他决定改日再来。而不久后，几人回到了雅各波的老家，为了感谢埃德蒙的救命之恩，雅各波全家都对他献上了最崇高的致意，大家欢歌载舞，其乐融融。只是埃德蒙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妻子，他本该也有一个这样温馨的家庭，可如今却像个无名鬼般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恍惚中，神父的话不断在他耳边响起。 Island of Monte Cristo, 20 paces west of Rabbit Rock, and you will find my treasure. I bequeath it all to you. 最终对复仇的渴望迫使埃德蒙偷走了雅各波的帆船。而天亮之后，埃德蒙再次回到了基督山。这一次，他严格按照地图的指引，顺利来到兔子岩后，再次向西走20步。而在回头的瞬间，埃德蒙满脸震惊，2块石头后藏着一个隐秘的洞口。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石头移开，然后小心翼翼钻了进去。而洞口出奇狭，才通人。可复行数十步后，竟豁然开朗。而传说中富可敌国的宝藏，竟然真的存在，并且足足有几十箱。它们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让埃德蒙喜极而泣。他仰天长啸，振臂高呼：“感谢神父，更感谢上帝赐予他复仇的机会。”自此，埃德蒙摇身一变，成为了世人口中的基督山伯爵。而在开始复仇前，他偷偷给雅各波寄了封信，不仅补偿了他2艘大船，还给他一大笔钱和3套房产。但作为交换，他要在月底前赶到马赛，并且还嘱咐他一定要打扮得像个绅士。而与此同时，另一边，埃德蒙来到之前的渔船公司。当年在他入狱时，老板莫雷尔就用了一切关系帮他，并且还收留了他的父亲。如今听说他的公司即将破产，埃德蒙没有丝毫吝啬，当即拿出100万法郎送到了莫雷尔的办公室里。而月底，雅各波如约赶来。可在见到基督山伯爵时，他满脸的不可置信。但埃德蒙只说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后，便郑重地讲起了自己含冤入狱14年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于1815年死亡的蹊跷之谜。但一个死人无法调查此事，所以他需要雅各波帮自己完成复仇。首先第一步，他要在警察局调出自己的档案。可由于雅各波并不认字，埃德蒙只能孤身前往，用巴黎日报记者的身份，想要调取一名为埃德蒙唐泰斯的记录。负责此事的老头一听就知道了是谁，但他并不买账。埃德蒙灵机一动，他想起了一个叫维尔福的名字，此人正是当年逮捕自己的检察官。而老头一听到他的名字，态度立马180度转变。毕竟维尔福现在可是王室检察官，
他满脸阴晴地调出了埃德蒙的档案，而在看到那封污蔑他的举报信后，埃德蒙心中的谜团终于揭开。只是他想不通，这份信纸为何出自卡德鲁斯的酒馆，并且自己与他无冤无仇，卡德鲁斯为何会陷害自己？但不管怎么说，他一定脱不了关系。想到这，埃德蒙用报纸换走了这份密信，随后又让雅各波带上猎枪，气势汹汹来到了酒馆。可没想到的是，卡德鲁斯早在4年前就将酒馆变卖，如今在海边开了一间旅馆。而当埃德蒙找上门时，他完全没有认出眼前之人。直到埃德蒙将举报信递给他后，卡德鲁斯脸色瞬间煞白，他想逃跑，但雅各波早已将后路堵死。Did you write this letter?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I did not. Do you know who did? Yes. I tell you, he'll kill me. Well, if you don't tell me, I'll kill you. My friend here will. Just keep it that way. Who? There were two of them. 而在卡德鲁斯的讲述中，埃德蒙才意识到自己竟同时被3人陷害，不仅有朋友费尔南，还有当时船上的会计唐格拉尔以及检察官维尔福。其中费尔南因为喜欢自己的未婚妻泰斯，而唐格拉尔则是因为埃德蒙抢了自己的船长位置，所以2人一起举报他，帮拿破仑送了封信给他在巴黎的党羽。可那封信当时并没有送过去，检察官也只是想让他将信件上交。然而当维尔福看到信件的内容后，他瞬间惊恐万分，因为收信人正是他的父亲。而为了自己的仕途，他直接将埃德蒙关进了死牢，并将这份信件烧毁，然后对外宣称埃德蒙因叛国罪已经被秘密处决。听到这，埃德蒙悲痛欲绝，他质问卡德鲁斯当时为何没能站出来阻止，导致他在腐烂的监狱里遭受了14年的折磨。可卡德鲁斯也痛苦万分，因为当年他试着阻拦，但奈何与费尔南的身份差距，遭到了他的致命威胁。而这么多年为了赎罪，他一直给埃德蒙的父亲送去食物，说罢还拿出了他父亲的贴身物品。看到这件遗物，埃德蒙瞬间泪目，心口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踉跄地走出小屋，在稳定过情绪后，他心中诞生了一个更加疯狂的计划。随后，埃德蒙正式向卡德鲁斯发出邀请，要么帮自己复仇，每月还有5000法郎的酬劳，要么现在就为自己赎罪。卡德鲁斯没有犹豫，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活在内疚里，无论酬劳他都会帮埃德蒙洗清冤屈。可还有一点，如今的3位仇人一个比一个权贵，费尔南不知走了什么运，不仅成为了伯爵，还迎娶了泰斯，现在在巴黎定居。而会计唐格拉尔则成为了顶级的银行家，并且维尔福现在更是从王室检察官荣升成了法官。但埃德蒙并不畏惧，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权势，因为早在得到那笔宝藏后，他就开始大量购置房产投资，现在早已是上流人口中富可敌国的基督山伯爵。而现在他复仇的机会终于要来了。卡德鲁斯经过秘密调查，终于发现了一个是世纪的黑幕。原来当年维勒福和情人米娜曾有一个私生子，但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在将接生婆打发走后，竟残忍地将刚出生的男婴装进箱子，然后亲手埋进地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生婆在术后看到了一切，趁维勒福离开，他悄悄带走了男孩。可前不久他本想以此来敲诈维尔福，没想到反被维尔福抓到，强行关进了疯人院。而听到这，伯爵便瞬间意识到，那栋房子和男孩都将是自己复仇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此外，卡德鲁斯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伯爵的初恋泰斯，在与费尔南婚后的第2年初，便诞下一位名叫阿尔贝的男孩。听到自己曾经最深爱的女人，如今却与仇人相伴，还育有一子，伯爵心如刀绞，瞬间便将复仇的第一个对象瞄向了费尔南。而经过多方打听，他们得知阿尔贝将在意大利参加罗马狂欢节，于是伯爵当机立断，派卡德鲁斯去买维尔福的房子，自己和雅各波则奔赴罗马，制造与阿尔贝的偶遇。而在他们秘密监视了几天后，机会终于来了。在阿尔贝因为租不到合适的马车时，雅各波适时出现，免费将他们带到了伯爵的酒店。而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要完全赢得阿尔贝的信任，才能合理出现在费尔南的面前。随后他便让雅各波去邀请阿尔贝午餐，但2人对这个神秘的伯爵一无所知，本想拒绝，可雅各波却介绍道，基督山伯爵是位权势滔天的人物。听到这番话，阿尔贝毫不犹豫答应了。接着在午餐时，基督山伯爵对症下药，讲述了自己发家的辉煌历史。阿尔曼听得热血沸腾，几人相谈甚欢。而后伯爵趁热打铁，告诉他们在狂欢节开始前会有一场罪犯的处决仪式，自己的房间则是最佳的观看位置。感到新奇的2人当即答应。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小偷被赦免的原因不仅是伯爵为了在阿尔贝面前展现自己的实力，还因为这个小偷对自己的付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另一名罪犯就没那么好运了，只能在重锤下结束了生命。而处决结束后，伯爵也准备好了下一环计划。在2人参加罗马狂欢节的游园时，他让一位样貌出众的女孩主动与阿尔贝搭讪。单纯的阿尔贝固然中计，跟着少女的身影不断在人流中穿梭，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位戴着面具的怪人也悄无声息地跟着2人，直到在一个偏僻的拐角，怪人突然出现，再将阿尔贝打晕后拖进了马车。直到夜晚，好友才收到怪人的勒索信，但他的钱远远不够，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于基督山伯爵。而伯爵早已等候多时，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于是他立马吩咐雅各波带上火枪和弹药，朝门口的绑匪走去。而绑匪在听到了伯爵的名号后，竟满脸惊恐，主动带着几人来到了老巢。而到了这里后，伯爵气场全开，对着他们的首领就是一顿臭骂。Le vicomte de Morcerf est un ami proche et vous l'enlevez impunément? Et vous en demandez une rançon comme pour un chien? Avez-vous perdu la tête? C'est un ami à vous? Allez me le chercher, sur le champ. Je suis littéralement mortifié, monsieur. Eh bien, ne reste pas planté là. Tu as entendu le compte? 就这样，阿尔贝被顺利救了出来。他以为自己欠了伯爵一个天大的人情，但殊不知这对绑匪的头目正是那位被救小偷的亲哥哥，并且在更早之前，伯爵还用自己的声望在官兵的手中救下了他们全队人马。Pourquoi nous avoir prévenus? J'ai une sainte horreur de l'autorité. Il semble que j'ai une dette envers vous, monsieur. Tu vas peut-être pouvoir m'aider.
随后，伯爵将两人一路护送回了巴黎。而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阿尔贝父母强烈邀请伯爵能在次日到家中做客，而这正是伯爵所期待的。但到了晚上，他却是彻夜难眠，因为明天他要面对的不仅是仇人费尔南，还有自己的初恋泰斯。他就这样一直煎熬到天明。第二天，伯爵准时来到了阿尔贝家里，但此时的费尔南却因参议院事务缠身，无法亲自接待，请了调查报的主编和内政部长秘书前来陪客。这两位在巴黎的政治圈和社交圈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伯爵一一向他们打了招呼，而就在几人畅聊时，阿尔贝的母亲匆匆赶到，她的出现让整个房间的气氛瞬间微妙起来。伯爵在看到她的一刹，整个人都失神了，而泰斯也在看清伯爵的容貌后，内心瞬间慌乱不已。他仿佛看到了曾经的爱人埃德蒙，两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他赶忙以身体不适，匆匆结束了这次见面。而就在伯爵离开后，泰斯望着他的身影陷入了回忆。同样，伯爵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通过这次见面，他能感受到两人的爱意都没有消散，只是如今自己背负的血债，让他们再也没有了相爱的可能。回到住所后，卡德鲁斯又带来一个消息，今晚歌剧院有一场盛大演出，他的3位仇人都会前去观看。而听到这个消息，伯爵瞬间大喜，自己正愁没机会接近他们，他们却主动送上门来。于是伯爵盛装打扮，驾着马车来到了剧院。此时剧院里已经坐满了观众，而一旁的包厢里更是聚满了整个巴黎的上流人士。阿尔贝在看到伯爵后，赶忙将他介绍给父亲认识。而当费尔南看到基督山伯爵坐在奥地利大使的包厢后，表情瞬间惊讶不已，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根本不是能用金钱买来的。而与此同时，基督山伯爵也用望远镜分别看到了费尔南一家、维尔福一家以及唐格拉尔一家。看着陷害他的3个仇人，如今一个比一个权贵，基督山伯爵瞬间气火攻心，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赶忙走出包厢调整情绪，因为现在一定不能被他们看出破绽，否则一切都会前功尽弃。而在歌剧结束后，伯爵在阿贝尔的介绍下成功接触了唐格拉尔。可在看到他妻子米娜的瞬间，伯爵瞬间便明白了他的3位仇人已经牢牢捆绑到了一起。因为在阿尔贝的口中得知，唐格拉尔已经将女儿许配给了自己，而他的妻子米娜则是之前与维尔福有过私生子的情人。想到这，伯爵立马找到了突破口。既然唐格拉尔以利益至上，他就拿出400万法郎存到唐格拉尔的银行里。接着他又在阿尔贝的介绍下认识了维尔福一家。维尔福同样没有认出基督山伯爵，而这正合伯爵的心意，因为有了这一面之缘，他便可以推进自己复仇计划的第2步了。紧接着第2天，伯爵便让卡德鲁斯去疯人院找到当年的接生婆，因为他要邀请几人去那栋房子做客，而接生婆将是指认维勒夫的关键。可谁料是维却临时变卦，要双倍酬劳才肯放人。雅各伯瞬间失去了耐心，一刀将守卫解决后，便把接生婆带到了当年的房子。而在接生婆的指认下，伯爵顺利找到了当年埋葬婴儿的位置。可这也仅仅只是伯爵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几天后，他们都收到了基督山伯爵的邀请，而一场精彩的伦理大戏也即将在这栋房子里上演。基督山伯爵为了复仇，将2位仇人全部约进家中，借着参观的名义讲述了这间房子曾发生的悲剧。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父亲亲手活埋。听到这话，唐格拉尔的妻子米娜一阵悲痛，维勒福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们2个正是那位孩子的亲生父母。接着伯爵为了证明事情的真实度，又带着众人来到了埋葬孩子的位置，谎称是园丁将箱子挖出来的。听到这话，米娜再也受不了，刺激匆匆离开。可维勒福还嘴硬地反驳着伯爵的故事，但藏在楼上的接生婆已经确认了当年的孩子正是维尔夫和米娜所生的。而在收到确认的信号后，伯爵脸上悟出了邪魅的笑容。接下来只要找到那个失踪的孩子，维勒福就必死无疑了。于是，在送走众人后，伯爵便让卡德鲁斯去打听男孩的下落，而自己则来到唐格拉尔的银行，表示要存入1000万法郎。听到这个数字，唐格拉尔顿时眼冒金星，但这1000万不是现金，而是债券，而伯爵却要立即存入，并举现30万作为日常开销。唐格拉尔一听犯起了难，如此巨大的款项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核对，可他又不愿放弃这笔巨大的业务，于是自己出资30万，在明天中午送到伯爵的府上。而与此同时，卡德鲁斯也在小偷党里找到了那个男孩。按照伯爵的计划，他会让男孩以偷窃罪在法庭上露面，等维尔福亲自审判时，再让接生婆出面作证，当着所有人的面毁掉维勒福的一切。而这段时间，他必须要保护好男孩的安全。于是卡德鲁斯将他带回了自己家中。可他不知道的是，自从维尔福从伯爵家里回来后，他就对伯爵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于是便偷偷开警长监视。而现在，他竟顺藤摸瓜找到了卡德鲁斯的住址，并在蹲守了几天后，男孩趁着卡德鲁斯熟睡，偷走了所有钱财，准备跑路。结果碰巧被警长发现，还在他身上搜到大量钱财。男孩被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之下竟拔出匕首朝警长刺去。而这一幕也恰好被人看到。这一突发情况是伯爵也始料未及的。卡德鲁斯显然已经暴露，他也必须加快复仇计划了。于是他让雅各伯带回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海蒂。海蒂的父亲在他年幼时被费尔南当面杀害，随后又被费尔南当作奴隶卖掉，是伯爵从苏丹将他赎了回来，准备共同给费尔南致命一击。接着伯爵又让雅各伯马不停蹄地赶往罗马，寻找一位神秘人的帮助，而他便是伯爵在行刑台上救下的小偷哥哥万帕。万帕一听伯爵有难，当即便跟着雅各伯前往巴黎。而在这段时间里，伯爵也没有闲着，他带着海蒂来到了费尔南的家里，而这也是基督山伯爵第一次正式与夺妻之仇费尔南见面。两人相互寒暄过后，伯爵便将海蒂以自己学生的身份带进了费尔南的视野。紧接着他们又分别见了唐格拉尔与维尔福一家。只是唐格拉尔最近出现了财务危机，他投资的基金因为政府的失误损失了100万法郎，当然这也出自伯爵的手笔，因为他需要一个非常完美的理由为唐格拉尔的银行注入资金。而几天后，万帕顺利抵达，为了给他洗尘，基督山伯爵还特意邀请了3位仇人。而在众人齐聚的晚宴上，伯爵隆重介绍了自己的合作伙伴，来自罗马的王子斯帕达伯爵。而一听到斯帕达家族，唐格拉尔瞬间来了兴趣，迫不及待地问起了他是佛语已故的斯帕达基主教尊
存在血缘关系。斯帕达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并且他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唐格拉尔心跳加速，因为传闻中基督教富可敌国，而斯帕达就在数月前整理叔祖父的遗物时，翻到一份无字羊皮纸，本想烧掉，却没想到羊皮纸在于火后竟呈现一份字迹，而他顺着字迹找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叔祖父的宝藏。唐格拉尔听了两眼放光，可伯爵却微微一笑，因为这个故事正是法利亚神父告诉自己的。眼看唐格拉尔即将上钩，伯爵欲擒故纵，以餐桌上不谈钱为由，打断了唐格拉尔的追问。果然第二天，不死心的唐格拉尔就来到了伯爵家中，表示要给伯爵的年利率提高1%。伯爵对此心知肚明，但还故作好奇询问原因。而唐格拉尔刚说完是出于对朋友的照顾后，就估算起了斯帕达家族的宝藏，以当前的汇率来说，大概在6.5亿法郎以上。闻言伯爵微微一笑，6.5亿在这份宝藏面前简直微不足道，里面随便一件物品都是价值连城的存在，更何况还有那些数不胜数的房产和金币。但他还是赞同了唐格拉尔的说法。而在得到确认后，唐格拉尔便透露了此行的真正目的。他从政府手中接到一份铁路项目，奈何自己是单利伯，希望伯爵和斯帕达都能参与进来。伯爵表示自己没有问题，作为朋友他愿意投资500万法郎，但却无法帮斯帕达做主，只能代为转达。而第二天一早，伯爵便带着斯帕达来了解唐格拉尔的铁路项目，而他毕竟是会计出身，的确有2把刷子，无论是图纸还是规划，以及后期的收益和分成，都做了无比详细的描述。伯爵和斯帕达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而就在这时，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美妙歌声，瞬间吸引了斯帕达的注意。唐格拉尔急忙表示是自己女儿，说罢还为斯帕达指了指房间，因为在昨天，唐格拉尔就从伯爵口中打听到斯帕达爱好歌剧，于是利益熏心的他便想用女儿来换取斯帕达的投资。但就在斯帕达推开房门的一刻，却看到了尴尬的一幕，他的女儿竟爱上了自己的钢琴老师。可斯帕达并不在乎，反而关上房门，继续欣赏起两人的表演。直到屋外的伯爵与唐格拉尔达成协议，只要他的女儿能嫁给斯帕达，两人便会将分别投资的500万法郎作为嫁妆无条件送给唐格拉尔。果然，唐格拉尔上钩了，隔天不仅与费尔南解除了婚约，还彻底撕破了脸。这次伯爵所有的复仇铺垫已经完成，现在他只需将费尔南的发家史隐晦地告诉唐格拉尔，唐格拉尔自会不顾一切地将他绊倒，因为两人都有一份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今关系破裂，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果然不久后，唐格拉尔就收到一份重磅炸弹，阿里帕夏军官被杀的真正原因竟是因贴身守卫的叛变，而那位守卫正是费尔南。他在将阿里帕夏杀害后，不仅卷走了所有钱财，还将他的女儿卖到苏丹。唐格拉尔立马将这个消息交给了报社，报社迅速排版印刷，瞬间就在巴黎引起一阵轰动。与此同时，海蒂在看到这份报纸后欣喜若狂，而伯爵却平静地表示，这才刚刚开始，等明天费尔南正式回应这些质疑时，才是他们彻底亮出底牌的时刻。与此同时，阿贝尔与泰斯都看到了这份报道，但他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此时报社已经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且费尔南已经被传唤到参议院接受调查。而到了第二天，伯爵这边也准备就绪，他交给海蒂2份收据，一份是苏丹那边给费尔南的，另一份是费尔南给苏丹的。这2份收据将会彻底坐实费尔南的罪名。接着伯爵便以旁听的身份来到现场，而此次事关重大，由国王亲自召集，当面对费尔南进行审判。可即便如此，费尔南依旧嘴硬，信誓旦旦地称这一切都是有人恶意编造。然而有同僚质疑费尔南1822年从阿尔及尔回到巴黎后，突然变得极为富有，这该如何解释？费尔南一听急忙拉上唐格拉尔，称自己的钱都是通过股票交易发家的。害怕被咬出的唐格拉尔只能作证。而就在众人对他毫无办法时，一位证人突然被带到庭上，他正是阿里帕夏的女儿海蒂。费尔南瞬间慌了神。当审判长问起海蒂是否认识费尔南时，海蒂表示自己化成灰也认得，因为他是父亲的贴身侍卫。可在1822年那晚的大屠杀里，作为贴身侍卫的他却消失不见，直到第二天才现身，又逼死了自己母亲，还将自己卖到了苏丹。此言一出，现场一片哗然。见费尔南依旧在垂死挣扎，海蒂当即亮出了那2份来自苏丹的收据。而面对着铁证如山的收据，费尔南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签名。这次费尔南被赶出检察院，而接下来国王也会亲自找他谈话。阿贝尔问他这一切到底是否都是真的，可费尔南却愤怒地指责他，都是因为他将伯爵带进了自己的生活，还让他去除掉伯爵。阿贝尔怒不可遏，当晚便在歌剧院堵到伯爵，并当众向伯爵发起了决斗。而伯爵本顾及他母亲的面子，想要拒绝，谁料阿贝尔竟直接用手套扇在了伯爵的脸上。见此一幕，众人被惊得鸦雀无声，身后的雅各波和强盗首领万帕瞬间变脸，但伯爵却制止了他们，只是弯腰捡起手套，面无表情接受挑战，并将决斗时间定在第二天清晨。而泰斯得知此事后，连夜找到伯爵道歉，祈求他能放过自己的儿子。可伯爵却无法做到，因为在剧院的那一巴掌已经将伯爵架到了火上，所以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不是阿贝尔死，就是伯爵亡。闻言，泰斯只好打出感情牌，说即便为了自己，也不能放过阿尔贝吗？伯爵微微一愣，随即便质问泰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牢吗？看着泰斯一脸疑惑的样子，伯爵直接将举报信摆在他的脸前。泰斯在看完后也终于明白了真相，他不再央求伯爵能放弃复仇，只求他能放过阿贝尔。伯爵没有回答，而是突然问他是从什么时候认出的自己。泰斯回答道，他从见到伯爵的第一眼就已经听出了他的声音。The voice never changes. At first, I denied it was you, but love speak from the heart, not from the mind. 伯爵听后倍感焦急，最终他同意放过阿尔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明天的决斗。But for that to happen, I must die.
而第二天一早，随着双方人员就位，伯爵与阿贝尔的决斗正式开始。但在开始前，阿贝尔却率先道歉，因为他从母亲口中得知了真相，才明白伯爵对父亲的复仇天经地义，所以自愿放弃决斗。就这样，阿贝尔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父亲费尔南还以为伯爵已死，谁料阿贝尔却说自己对他失望至极，以后都不会理他。费尔南一头雾水，拿出宝剑便冲到伯爵家里，气势汹汹地要向他决一死战。但伯爵却不慌不忙，在狠狠羞辱他一番后，由于无意识地讲出了自己的身份。费尔南瞪大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可直到伯爵将举报信拿出来时，他才终于认命，灰溜溜地离开了。而当他回到家后，妻子和儿子都已经收拾好了行李，费尔南彻底失去了一切。最终，他举起手枪，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但基督山伯爵的复仇还并没有结束，针对另外2位仇人的计划也到了收网的时刻。首先是唐格拉尔，他的土地期权即将到期，而铁路项目的资金却迟迟不能到位。他心急如焚地找到伯爵，希望他能将答应投资的500万法郎先打到自己的账户。可伯爵却声称他们有缘在先，要等他女儿嫁给斯帕达后才会付款。但唐格拉尔此时已经走投无路，因为随着费尔南的倒台，他在政府中也没有了朋友，现在必须立马支付购买土地的900万法郎，否则铁路项目将被收回。可他已经投资了500多万，几乎押上了全部的身家。但伯爵依旧不紧不慢，声称只要在周4，他的女儿与斯帕达顺利订婚，所有的资金都会到位，并且为了安慰他，还以基督山伯爵的名义保证，这才让唐格拉尔放下心来。但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伯爵精心设计的圈套，准备在周4的订婚仪式上将他彻底击垮。随后，斯帕达悄悄找到他的女儿，拿出基督山伯爵的亲笔推荐信，告诉他已经被罗马歌剧院的总监选中，只要他愿意前来演出，绝对能成为歌剧界的未来之星。女孩听后兴奋至极，但随即又面露难色，称父亲从不允许他登台演出。可斯帕达微微一笑，暗示道，若是已经到了罗马，他的父亲想管也管不到了。但如果周4还不动身的话，他们只能在订婚仪式上见了。说罢，斯帕达便冲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女孩瞬间明白了斯帕达的意思，有了这封推荐信，她完全可以与老师一起前往罗马追梦。而很快便到了订婚的日子。当唐格拉尔还沉浸在喜悦中时，却不知一场灭顶之灾已经悄然来袭。等宾客们全部到位后，唐格拉尔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订婚仪式正式开始。然而所有人等了又等，女儿始终没有出来。心急如焚的唐格拉尔直接将门撞开，却发现女儿不翼而飞，还留下一地碎发。并且就在此时，内政部秘书长神色慌张地找到米娜，说警方已经发现了他们在股市上的猫腻，他现在必须要拿走最后一笔交易的分成。米娜听后急忙上楼拿钱，可当打开箱子后却惊得目瞪口呆，里面竟然空空如也。原来是女儿拿走了这笔钱，当做了去罗马的路费。而当2人来到楼下时，警察也推门而入，他手中拿着对内政部秘书长以及唐格拉尔和米娜的逮捕令，罪名是在股市上恶意套现。愤怒的唐格拉尔觉得荒唐至极，本想让伯爵出面证明，却不知他在交易所的所有黑幕都是伯爵亲自调查交给警方的，上面清楚记载了内政部秘书长是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将股票的涨停提前告知米娜，然后由唐格拉尔买入抛售，而利用政府的内部信息在证监所交易乃是死罪，所以3人被当场逮捕。看着这一幕，伯爵如释重负，接下来他的仇人只剩维勒福了，而对付他只需在审判那位男孩的现场将接生婆当作目击证人传唤即可。所以当维勒福看到接生婆的瞬间，顿时大惊失色。接生婆缓缓开口，称自己在16年前亲手接生了男孩，而孩子的亲生父亲就是维勒福。此言一出，现场一片哗然。维勒福听后愤怒不已，说之前接生婆就以此事勒索过他，这是严重的诽谤。但审判长却制止了他，让接生婆继续讲出孩子出生后的事情。而据接生婆回忆道，当年维勒福在给他付了钱后，便将他赶了出去，还威胁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当时就感觉不对，于是偷偷在树后看着维勒福将一个箱子埋进地下，等他挖出来时，才发现里面竟藏着一个活着的婴儿，而他便是如今的男孩。听到这，维勒福这才意识到自己要审判的人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更想不到自己与亲生儿子竟会以这般残忍又讽刺的方式相认。最终，维尔福身败名裂。面对审判长的判决，他坦然接受，并默默地退出了法院。而等待他的将是最严厉的死刑。这次，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之路正式结束，而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对于卡德鲁斯，伯爵不仅给了他一整袋的钻石，还帮他在巴黎的闹市区开了一家生蚝店，继续从事他的本行工作。而在临走前，卡德鲁斯问他是否已经赎罪。Have I redeemed myself? You've helped restore my faith in mankind. Not many have managed that. Write to me. I hope when this is all over, you find peace. So do I. 而至于雅各波与他的表弟，伯爵诚挚地感谢他们2人在这段时间的鼎力相助，现在可以回家了。而自己每年都会给他们寄一大笔钱，并且还有巴黎的所有产业全部交由雅各波处理，无论是变卖还是经营，他都不再需要了。他要去旅行一段时间，去追寻内心被禁锢了14年的宁静。而故事的最后，埃德蒙再次回到了马赛，他在悬崖边上找到了泰斯，而这个位置对准的正是他做了14年苦牢的监狱。这次全片结束，而基督山伯爵之所以能被评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复仇巨著，除了因为埃德蒙复仇计划的严谨外，更重要的是他爱恨分明，对待帮助过自己的人千百倍的报答，而对自己的仇人则是毫无仁慈，以牙还牙，以血还血。